真的很丑哎，真的很丑哎，丑到要死！为什么可以把市容变成这样子？这个投完票之后啊，你这期要收起来吗？一定不会收啊，就拿去丢掉。竟然讲说就是员工啊生日啊可以放假，还有啊讲说如果他们的那个联盟胜选啊，放假1天啊，还把人民当作20年前啊，这吃大便啊！你们回家洗洗睡啦。我是别群，欢迎来到 Cookie 讲夜 man。今天轮到我们的碎碎念时间，很久没有拍 Cookie 碎碎念了啊。他知道我要走，他又来。最近真的很忙，一直在忙着追酒吧装修的东西，所以通常早上就出门了，然后他就会这样子很依依不舍。Lucky 好乖，最近肚子越来越大。然后很多观众留言讲说肚子很大，我知道，我会想办法解决。可是最近真的有点太忙了。今天想要和大家聊一聊，就是明天就是马来西亚第16届大选了吧？应该是第16届，是第15届大选，加油好吗？当然，这个影片不是礼拜5拍的啊，就我们这个影片要拍摄也要制作嘛，然后也要上字幕，也要特效，所以不会是马上就有的。偶尔会有，早上拍，下午上，但是我真的不喜欢这样，因为会很赶啊，然后就是很多东西都没办法做得很仔细，所以每次我看到影片里面有人问我说，你是不是还在台北啊？你是不是还在那个胡志明啊？你是不是还在新加坡？他就跟他们讲说，没有，我已经回到吉隆坡一段时间了。那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对于马来西亚这一次的大选的一些看法，然后还有就是顺便和大家讲一下我的酒吧12月16号。会正式的试营业，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来。好了，拜拜。先和大家分享一件事情。马来西亚的大选呢，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环境破坏。马来西亚投票呢，就是会在路边，然后插这种旗啊，这个真的算少了。我从小就很不喜欢这个，因为我是一个乡下小孩嘛。然后我们小时候在乡下是更夸张的。那时候我就觉得已经很讨厌了，然后可是没有想到来到城市之后还是这样子。长大之后呢，懂了一些环境保护之后，我个人觉得这样真的是很不对，很破坏环境。但也没有办法，这个就是马来西亚的特色，选举的特色。真的在城市里面，在吉隆坡已经算少了，在我们乡下麻坡啊，那个真的是很夸张，真的是不明白，这样真的有用咩？我们先去买一个狗粮，因为我们 Lucky 呢食物快吃完了。嗨，买狗饼。好，我一般买的是这个牌子的狗饼，我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，反正是不错的。大家如果有用相同 brand 可以来讲一下，可以下面留言。Thank you。就这样一次买，这样子，这大概它可以吃3个星期吧。大家有没有在各地选举很特别的东西？像是马来西亚是这种挂布条啊，挂那种奇奇怪怪的东西一堆嘛。台湾是挂看板嘛，然后抹黑嘛，台湾抹黑真的很厉害。你们看，真的很丑哎，真的很丑哎，丑到要死！为什么可以把市容变成这样子？而且很浪费钱。这个投完票之后啊，你这期要收起来吗？一定不会收啊，就拿去丢掉或者烧掉，烧掉又毁坏环境。马来西亚这几年来有很多人，那些政治人物、王八蛋政治人物啊，就是很想要，就是塑造说，就是华人抢了马来人的工作啊这些东西。在乡下地方可能有一些啦，但乡下地方本来就是年轻人搞工作机会也不多嘛。那城市地方大家都受教育长大了。然后就是也没有什么排华之类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政治人物在过去2、3年想要塑造的种族仇恨啊，其实是不成功的。马来西亚是一个很容易制造民粹主义的一个国家，真的太容易了，因为我们是3种民族嘛，太容易了。
可是这几年我真的非常 proud， 我真的非常骄傲马来西亚人民的，就是不再被这些政治人物的那种，我讲马来西亚政治人物啊，我真的是觉得我真的服了他们了。好，我们来看2张图啊，竟然讲说就是员工啊生日啊可以放假，还有啊讲说如果他们的那个联盟胜选啊，放假1天啊，我觉得你们这2个党是不是有病啊？还把人民当作20年前啊？是吃大便啊！你们回家洗洗睡啦，想要那种乡下选票啊，人家也没有这样容易被骗啊。但是我觉得马来西亚要变成平等啊，就是各民族之间平等，可能还需要20年左右。就是我们这一代，20到40岁的这一代，再过20年掌权的时候，才有办法。如果他们没有被政治思想那个绑架的话，好，我们先广告一下，这个就是大家很多观众问的酒吧啦。那这个酒吧呢会在12月16号正式开业。我们下面呢会有自己 Google Map 的地图，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帮我给一个5星评价啊。那12月16号，到时候我们会做一系列的东西，要定位啊什么都可以来这里。我们就边走边和大家聊关于这个投票率低啊，我觉得最主要会2点呐。第一点就是我觉得民粹主义啊，已经从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。然后到后来的就是什么抗中保台啦、大内宣啊，还有美国的 Donald Trump 啊，什么 Make the American Great Again。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。让自己的民族很伟大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慢慢的大家厌倦了。有一个东西很重要，就是现在经济很差。从今年年初开始，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啊，导致粮食短缺，然后之后还导致石油危机。石油危机算了，然后这死美国啊，妈的那美国人啊，王八蛋，我很讨厌美国。美国呢，就是还加息，那个加息加，从0.00加到2.5、3.5这样，然后全世界就跟着美金那边跑来跑去，我真的觉得美国自己有问题，然后让到全世界都有问题。那反正这次投票率我觉得应该会低啦，可是投票数会比较高，因为18岁就可以投票了。马来西亚也就是今年开始18岁可以投票，我还蛮支持现在18岁就可以投票的。因为现在的人和20年前啊，就是我以前那个年代是不太一样的。我以前那个年代，我们没有 Internet， 我们没有 Facebook， 我们没有办法很容易传播那些假消息，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很容易学习到。以前要学习知识呢，最主要就是向老师学，问爸爸妈妈，问家长，不然就去图书馆。现在我常讲一句话，就是知识是很廉价的，因为我只要上 Google 打一下，我就可以有很多知识。那至于对还是错，就要靠自己啦，靠自己去判断它到底是对还是错。所以基本上来讲，我还是支持18岁投票这件事情，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都可以了解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而且资讯现在很方便。然后现在有一些国家在16岁就可以开始投票，可是我个人不太建议16岁啊，16岁真的有点太小了。对啊，差2年哦，16岁跟18岁其实会差很多。但看我一直在抹汗啊，是因为这里真的很热。我们还在赶工中啊，记得12月16号开始 ，What's Up 酒吧就会就是出现在大家。如果在吉隆坡的朋友，我们是有一个很大的舞台，是有 live band 啊 ，live band 其实就是 band， 不是2个人、3个人那边弹个 keyboard 就叫 band，OK？ 打广告是这样子的吗？啊，所以大家记得12月16号开始来马来西亚吉隆坡的 What's Up 酒吧 ，OK？ 好，现在年龄最大的是意大利的参议员，他需要25岁以上才可以投。但是我也不确定意大利的整个制度是怎样，因为我对欧洲很多国家的制度不太了解。我们也是比较了解是英国制啊，就英国制啊，日本啊，还有马来西亚、新加坡是同一种制度。可是有一个国家很特别，它有设定年龄上限，就超过一个岁数就不可以投票。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没有想到，就是梵蒂冈啊，梵蒂冈就教宗啊，Pope 那梵蒂冈呢，超过80岁是不能投票给那个 Pope， 就他们的教皇的。如果要投票的话，来大家来看一下，这里呢是我们的楼梯啊，我们的楼上呢是这样子的，这里呢就可以看得到。我们来楼上看一下，这里呢就是我们的2楼啊，之后就可以这里往下看到整个表演。哇，回音好像很重哦，很累呀，爬楼梯很累呀。这里是一个包厢啊，大家可以来看一下，以后可以来玩。记得哦，12月16号，不是投票，是 What's Up 酒吧开业。因
为很重要，所以要讲很多次。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投票的那个历史好了，我总共投过3次票。2004跟08我不在马来西亚嘛，13年的时候呢，我就回来投票。那次呢，很流行一个抓鬼活动，因为那时候马来西亚呢就有讲说，我们有很多外劳就拿着身份证去投票，投给就执政党。那时候我也跟一个黄明志先生拍了一个抓鬼的那个影片，不知道会不会中版权啊？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布灵，看到我手指黑黑，我不是挖鼻孔。我们马来西亚投票就是要弄一个记号，就是这个东西7天洗不掉。对，那个，后面，那个是不是？给我他妈的，加高，我打不掉。2018年就是我觉得我们非常非常自豪的一年。我们就是那一年呢，就把我们的执政党已经执政马来西亚61年的执政党把它换下来，啊，虽然我们后来3年换了3次政府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，就是马来西亚它有一个过程啊，民主化的过程，而且马来西亚的民主不会像是英国的民主，不会像是台湾的民主，也跟美国、日本不一样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民主。如果民主是我可以有选择的权利的话，那你强压你印象中的民主在我身上，那是你不民主还是我不民主？根据马来西亚的那个政府统计啊，今年采取18岁自动选民登记制度，哎，这个什么意思？就以前啊，我们要投票之前，我们要去我们的邮局啊 （post office） 啊，然后登记之后我们才可以投票的，没有登记是不能投票的。2022年这一次的投票呢？投票人数会从上一届1500万左右增加到2110万，也就增长将近40%。啊，这个涨幅是非常多，不是从1500变1600，是1500变成2100。你可以有自己的政治倾向，或者你想支持谁，你也可以去说服你的朋友去支持谁。可是叫人家不要投票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是很不好啊。我们4年5年，只有这一次可以发生，就用你手中的选票来决定你要做什么事情。你可以选择什么都不做，你可以选择进去之后告诉他们，你们全部都是一群垃圾，一群垃圾。你也可以觉得谁换人做会比较好，你也可以选择，你觉得这个人继续做下去，你愿意给他机会。好，那这个影片到这里为止啊。喜欢这个影片啊，记得来哦啊，12月16号见。喜欢这个影片在YouTube看到记得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在飞书看到帮我分享出去。OK，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，咚起。